劳动部于112年3月12日公告的技术是技能检定，数位电子以及数科试题共有2题。第一题为4位数显示装置，试题编号11700-110201。第二题为键盘输入显示装置，试题编号11700-110202。数科测试时间是6小时，含检查材料时间。检定内容为按试题要求，以电脑辅助电路布线软体及晶片电路设计软体进行检定电子电路之电路板布局设计及电路功能设计，并分别完成电路图、零件布置图、布线图及晶片电路设计。依据布线完成之零件布置图及布线图，进行焊接组装及测试，完成试题所要求之成品。在这一节将依据公告之试题内容，说明试题中对2题共同要求的重点，包含抽题规定、工作规则及工作要点等。掌握住要求的重点，才能让试题的练习事半功倍。首先说明抽题规定，每一场次的数科测试均应包含所列试题2题。于测试当场，由该场次数科测试编号最小号应检人作为代表抽签，由监评人员主持公开抽题。签条项目分3次抽选：1、抽试题编号； 2、抽纸板指定接角； 3、抽7段显示器显示内容。1、抽试题编号，抽签代表人抽出其中1题试题应试，数科测试编号最小号应检人依抽定试题的第一个岗位入座，其余应检人则依数科测试编号之顺序含迟到及缺考，接续依各岗位所对应之试题编号进行测试。2、抽纸板指定接角，如表1，由 A 到 E 共5种组合抽1组测试，非指定接角由应检人自行规划。3、抽7段显示器显示内容，如表2，由 J 到 N 共5种组合抽1组测试。例如表2右边的成品照片显示的即为 K 组内容。接着说明工作规则。电子工作法的规则共有电脑制图规则、焊接规则、装配规则。各规则的规定项次前加注之符号意义，如表3所示。其中要特别注意，加注的符号为打叉的，是不予评分的项目。1、电脑制图规则，如表示。其中不予评分的项目为项次1及项次2，项次3跟项次4都是扣10分，项次5跟项次6都是扣2分。2、焊接规则，如表5，其中项次1是不予评分，其他的项次都是扣2分。3、装配规则，如表6，其中不予评分的项目是项次1及项次2，其他的项次都是扣2分。再接着说明工作要点，应检人应于资料碟，如低槽中建立2个资料夹。第一个资料夹名称为岗位编号底线 Layout， 放置电路图与布线图设计专案。第二个资料夹名称为岗位编号底线 CPLD， 放置 CPLD 电路设计专案。试题一检定电子电路图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母电路板，内容包括： 1、以电脑辅助电路布线软体绘制布线图； 2、依所绘制之布线图，以万用电路板进行装配及焊接。第二部分称为子电路板，内容包括： 1、
以蚀刻好的电路板进行装配及焊接工作。2. 以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体完成可程式晶片之电路设计，并依组装图将母电路板与子电路板组合，完成试题动作要求。其工作说明如下：一、依抽定之纸板接角组合，其硬件人自行规划之角位，绘制电路图。2. 依抽定之7段显示器显示内容，进行 CPLD 内部电路设计。3. 使用电脑辅助电路布线软体，依绘制之电路图转成布线图，依电脑制图规则分别绘制标明零件接角及零件代号之零件布置图、零件面及裸铜线之布线图、铜箔面。完成后，将零件布置图与布线图需镜像输出、列印输出。4. 电脑辅助电路布线所需的板框样式与零件库，若非属于标准零件库，由硬件人自行建立，得使用市场提供之零件库内容。1. 符号库参考档案置于桌面，档案路径及名称如下，内含下列6项符号，如表7。2. 封装库参考档案置于桌面，档案路径及名称如下，内含下列7项封装档案，如表8。5. 装配及焊接工作： 1. 装配规则与焊接规则完成组装。 6. 母电路板实体之零件布置与裸铜线布线，必须与绘图之零件布置与裸铜线布线相同。 7. 子电路板之可程式晶片，使用 EDA 工具软体依试题动作要求，进行电路设计、晶片规划、接角指定、下载烧录后完成功能测试。 8. 试题必须完成母电路板之绘图工作及母电路板所有主动元件及线流电阻皆需布线焊接，与子电路板之组装，所有元件皆需完全组装并焊接完成，否则视同未完成，不予评分。最后说明评审表，如画面所示为数位电子以及数科测试评审表，其中试题编号及名称、CPLD 抽题指定接角、抽题指定显示内容，需根据当场次抽题结果勾选，不可勾选错误。若有不予评分项目，则会被评定为不及格。至于评分标准，则有电脑制图、焊接、装配、功能、工作安全与习惯等5项。本评审表采扣分方式，以100分为满分，得60分含以上者为及格。数位电子以及数科试题重点说明到此结束。若有不详尽的地方，再请前往技能检定中心全球资讯网下载参考。下一节将介绍如何为试题1创建新工程及安装专用零件库。